很多上班族和中老年人都有中午睡午觉的习惯。俗话说中午不睡，下午崩溃。睡午觉对身体有很大好处，但也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午睡，尤其是下面这3类人。第一，血液循环不畅的人。因为我们在吃完午饭后，流向胃部的血液会加快，而大脑的血液会相应的减少。如果这时午睡，很容易导致大脑供血不足。第二，过于肥胖的人。对于身体肥胖的人，经常午睡会增加血液粘稠度，出现血液流通不畅的情况，不利于身体的健康。第三，血压低的人。人在午睡的时候，血压会相对的降低，那么对于血压本身就低的朋友就很不利了。大家午睡的时候还要注意时间，最佳的午睡时间是20分钟到40分钟。还有，不要吃完午饭马上就午睡。那平时对于血管不好的朋友，建议大家可以用山楂干或者是苦荞泡水喝，有助疏通血管，预防心脑血管疾病。阳气对于我们来说非常重要，如果想让人体正常运作，那么是离不开阳气的。如果阳气不足，那么人也很难长寿。日常生活中，我们有很多行为都在损耗阳气，快看看你是不是也有。第一个行为，长期吹空调。随着空调的普及，炎热的夏天，很多人喜欢待在空调房内，尤其喜欢让空调直吹自己。如果这样时间长了，很容易影响血液循环，导致寒气入侵，有损阳气。第二个行为，长期熬夜。熬夜对身体的伤害很大，而且也很损耗阳气。如果身体长时间得不到休息，阳气下降，诸多疾病也会找上门，不利于人长寿。所以，如果不想损耗阳气，上面这2个行为最好不要有。除此之外，想要守住阳气，还有2个小方法，大家不妨试一下。第一个是多用热水泡脚。如果每天坚持用热水泡脚15到20分钟，可以促进血液循环，同时刺激到脚底的涌泉穴，对增强人体阳气有很大帮助，同时还能够提高身体的免疫力和抵抗力，预防疾病的发生。第二个是多拍手。拍手是非常简单的一个动作，人人都会。在我们手上有很多的穴位和经络，经常拍手可以震动阳气，推动全身的气血运行。每天拍手5分钟左右就行，对补阳气有很好的效果。阳气不足又称为阳虚，对身体健康很不利，经常表现为怕冷、下肢浮肿、精神不振、腰膝酸软等。所以要及时的调理。那在我们身上有2个生阳点，大家可以经常的按摩一下，对补充阳气有帮助。1. 拍打脚心。在我们的脚底有个涌泉穴，当脚全足时的凹陷处就是。经常拍打这里，可以帮助补充肾气和肾阳。按摩时用手掌拍打就行，每次拍打100下，或者用大拇指按揉，这样刺激涌泉穴，对缓解腰膝酸软、畏冷怕寒、下肢浮肿都有很好的效果。2. 拍打头顶。在头顶有个百会穴，在两耳间连线和正中线连线的交点处，按摩百会穴可以打通阳经，生发阳气。按摩时也是用1只手轻轻的拍打100下就行，或者用手指指腹顺时针按揉，对改善头晕、精神不振、失眠多梦有好处。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，很多人都不注意日常饮食，使血管出现堵塞、老化的情况，不利于身体健康。当血管出现堵塞时，很多人认为那就多吃一些洋葱和木耳吧。但是相对洋葱、木耳来说，下面这种食物对保持血管弹性、清理血液垃圾、延缓血管老化效果会更好一些哦。这种食物就是苦荞。苦荞是一种常见的粗粮，其中含有大量的芦丁。芦丁具有抗氧化性，可以阻止血管受自由基的侵害。经常吃一些可以帮助延缓血管老化，对保护血管有非常好的效果，可以说是血管的清洁工。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由于年纪大了，所以更应该好好的保护血管的健康。不妨多吃一点苦荞。除此之外还要多注意运动锻炼，平时在饮食上多吃蔬菜水果，时刻保持一个好的心情，这样有助血管健康哦。肺部是我们重要的呼吸器官，如果肺部受到损伤，势必会影响身体的健康，所以日常生活中要好好的养肺。养肺也就是养寿，该怎么养呢？今天教大家一个小方法，下面来看一下。这个方法就是拍打中府穴。
我们要先找到中府穴，在我们锁骨下面有个三角窝，在三角窝往下隔一个肋骨就是了。中府穴属手太阴肺经，按摩时五指并拢，用手指拍打两侧的中府穴，力度适中，每次拍打3到5分钟。经常拍打中府穴具有宣肺理气、清泻肺热、止咳平喘的作用，能够帮助保护肺部，让身体更加健康。平时没事的时候，也可以按摩中府穴，对肺部有保健作用。按摩时用手指指腹稍微用力的按揉2分钟左右就行，对身体健康也大有益处。我们的肝脏是很脆弱的，生活中很多不好的生活习惯都会使肝脏受损。那该怎么保护肝脏呢？尽量做好下面这几点。睡前不要吃夜宵，很多人有睡前吃夜宵的习惯，希望大家能够尽量的改正，因为睡前吃夜宵会导致消化不良，不仅会给肠胃增加负担，也会给肝脏增加负担，让肝脏得不到充分的休息，那么就很容易使肝脏受损。睡前不要玩手机，睡前玩手机很容易影响到睡眠的质量。如果睡眠质量不好，那么肝脏也容易受到损伤，所以大家要尽量改正。饭后不要运动，饭后马上进行剧烈运动也容易给肝脏造成损伤，因为吃完饭后，食物中的脂肪以及蛋白质都要肝脏代谢，所以这样很容易给肝脏增加负担，对肝脏健康不利。那都说养肝如养命，若你有上面这3个不好的习惯，希望你尽量改正，这样肝脏也会越来越好。很多人晚上睡觉会有夜尿频繁、尿频尿急的情况，如果不是因为睡前喝了很多水导致的，那么要小心2个问题，尽量别忽视。第一个问题，肾脏出现异常，因为肾脏对体内水液代谢有很重要的作用。而且我们身体中有一部分尿液是通过肾脏代谢的，如果肾脏出现问题，那么就可能会出现尿频尿急、尿液增多的情况。第二个问题，膀胱炎，因为我们的尿液主要是储存在膀胱内的，如果膀胱出现问题，出现炎症，那么就会降低尿液的储存量，从而使人出现尿频尿急、夜尿增多的情况。建议大家平时可以多喝水，这样对膀胱健康有帮助。所以大家出现夜尿异常的情况时，最好到医院检查一下，这样可以避免更严重的问题出现。水是生命之源，我们每天都要喝水，但是有的人刚喝完水就想排尿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正常的排泄是可以将我们体内的毒素、垃圾排出去的，对身体健康是有帮助的。而当你喝水量过多或者是过快的时候，就可能会出现喝完水就想上厕所的情况。其实这并不是肾脏出现了问题，但如果不是这个原因，那就要注意2个问题了。第一，膀胱括约肌太松。通常情况下，我们的膀胱是有弹性的，可以储存很多的尿量，所以当饮水过多的时候，不会立刻出现尿意。但如果膀胱括约肌太松，那么喝水的时候就会有想去厕所的冲动，通常这种情况会发生在孕妇身上。第二，膀胱天生比较小，有些人的膀胱天生就比较小，所以当喝水的时候就会有想排尿的情况。所以大家出现这种情况时，尽量不要憋尿，要不然很容易增大膀胱，对健康不利。那上面的这2个原因，不知道你了解了吗？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，大家还有什么疑问或者是建议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，我们下期再见吧。